心腹，上世宗庙，下继后世，奉旨以礼。一拜天地宗庙社稷，克崇景福。拜。二拜帝后，承我宗室。拜。夫妻对拜，内外和顺，子嗣绵延。拜。饮喝敬酒。皇太子嘉聘礼成，群臣恭贺。千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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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殿下，花烛良宵，早些安置吧。我答应过你3次相让，这是第1次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不用你让。
太子妃，卯时过半，该起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殿下，请去凤章殿给陛下、皇后娘娘问安。心腹奉茶。父皇，母后，起来吧。谢父皇，谢母后。太子取得心腹，你二人从今日起，需同心同德，互敬互爱，方是夫妇之道，大伦之本。儿臣遵旨。太子妃是心腹，宫中多有规矩，东宫里的事务也甚是繁琐。我身边的赵女使颇为得力，便将她赐予东宫，服侍太子妃。多谢母后体恤。母后，东宫里的人多得很，侍候太子妃的女官、宫女不下100人。既然是这么得力的人，不如继续留在母后身边吧。你们男人呐，哪懂得做心腹的难处？若没有一个得力的女官帮衬，不知道要费多少力气和心思。既给了太子妃，太子便不要推辞了。是。太子妃，你们留在这里。是。阿英，阿英，殿下有事吗？皇后赐你女使，明显是有监视之意，你为何毫不推脱，爽快答应？母后也是一片好心。殿下想多了吧？阿英，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？殿下是想让我笑吗？我可以笑的。你要是恨我，跟昨晚一样刺我便是。我为什么要刺你啊？我又打不赢你。统共才相让我3次，现在只剩下2次了。殿下要是真杀了我，可怎么办啊？我阿爹现在已经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他既记不得回家的路，也不知道崔家军其实已经没有了，每天还念叨着要回大营里去看看。我要是死了，我阿爹也活不了。殿下想要娶我，现在已经娶了。殿下想让我做太子妃，我现在也已经是太子妃了。殿下若还想让我像从前心悦17郎那样心悦殿下，那恐怕是不能的。
小姐，桃子，小姐，他们都不让我进来，可算见到你了。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才1个晚上，就好像瘦了些呢。阿英没胃口，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。你去做一些甜汤，看她喝不喝一些。是。殿下，怎么样？太子妃怎么说？太子妃说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晚膳，所以殿下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哦，桃子还跟我说，一定要把太子妃的原话告诉殿下。肝疼？什么？你肝疼？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给殿下瞧瞧？不用了，知道你耳朵灵听得清楚。那殿下明明知道我什么都能听清楚吗？对呀。梁帝，太子殿下来了。殿下，免礼，你也坐。下午听说殿下要来用晚膳，这些菜都是我们梁帝亲手做的。不知殿下口味，我就按照以前奶娘教我的，做了一些家常小菜。你们先出去，我有话对梁帝说。是。顾小姐，你对我一直挺好的，且我心里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我知道殿下厌弃婉娘，觉得我不知廉耻。趁殿下不在京中，陛下赐婚，我就入了东宫。可是，其实婉娘也是没有办法。是，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私心，可那只是因为我仰慕殿下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令殿下烦恼。我也知道，殿下只喜欢太子妃。这事跟太子妃没关系，就算没有她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救你，是因为哪怕不是你，是别的人，处于那种危险的情形之下，我都会去救的。我不求你回报什么。之后你也做了很多事，替我绣了我阿娘的绣像，替我寻回奶娘，并且照顾她，我都感念于心。婉娘不求殿下感念。当初我回京，你已经入了东宫，成了太子良帝，而且刚学了短剑，所以有些话，我觉得不合时宜跟你说。但我今日来，我就想把话说清楚。我不想耽误你的终身。殿下，我的终身就是殿下呀！殿下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虽然我是太子，但除了太子妃，我并不打算要其他良帝、宝林什么的。我知道我现在逐你出东宫，等于逼你去死。所以你就在东宫好好住着，我偶尔也会来坐一坐，让你面子上过得去。在这东宫里，也不至于难堪，但我不会和你有任何侵犯，只能让你担着良帝这个虚名。不过你不必拘着，等你将来有了意中人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安排你假作病逝也好，出家为道也罢，找个由头，将你送出东宫。改名换姓，从此以后与意中人成亲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应该与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共度一生。可是婉娘只喜欢殿下，婉娘只想跟殿下共度一生。殿下说这些，就好像拿着刀在婉娘的心上割一样。我
婉娘实在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，让殿下这样厌弃婉娘。你哪里都好，只是我不喜欢你罢了。可是婉娘喜欢殿下呀，婉娘比太子妃更喜欢殿下。太子妃性格刚硬，处处与殿下争执，而婉娘只要得到殿下哪怕一丁点的喜欢，婉娘就会心满意足了，一定不会像太子妃那样对殿下的。而殿下，你对太子妃那么好，可是她是怎么对你的呢？那是我们的事。顾小姐，我想你从头到尾都应该清楚，一厢情愿跟两情相悦，那是天差地别。殿下，殿下都没有给过婉娘机会，你怎么知道以后和婉娘就不会两情相悦呢？我不喜欢拖泥带水，我更不喜欢含糊其辞。顾小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保重。到底说什么了？好像殿下一点也没吃啊。为什么？殿下说，要我好好待在这东宫里，他会常来看我的。桃子，你想出来这个吃法真的很有古意，就像古人用鼎煮肉，还用菊花花瓣去腥味解腻。是啊，这锅子下面生着火，煮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涮着。这样的话，肉才不会煮老呢。小姐，今天您可要多吃一些，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人都清瘦了不少。你也要多吃一点。来，这边的肉都熟了，吃。七郎，这天也太冷了，要不咱回去吧？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要去顾良娣那用晚膳，他还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你说，我是不是该晚点再回去？是七郎，其实我没太听懂。你说太子妃都满不在乎了，你为啥还要在这儿走来走去？晚些再回去啊？哎呀，我真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喜欢你。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傻乎乎的样子。是啊，这可不是吗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傻子真是傻人有傻福。桃子能喜欢我，确实是我的福气。是七郎，你真不回去啊？不回去。那你要不回去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桃子跟我说，他今天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鲜吃食，说要我回去一起吃。哎，去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们都知道你是跟我一起去见顾良娣的，你这一回去，那他们岂不就发现我早就从顾良娣那儿走了？那我不就露馅了吗？那我不就白白追半个晚上老婆吗？对啊，是七郎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
殿下。去给我拿一双筷子。哦，不是拿。不是在顾良娣那用晚膳吗？怎么，这顾良娣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？这可不行。桃子，去传顾良娣来，我要问问她，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。是。不准去。桃子，你出去，常儿在偏殿等你。是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就算是顾良娣没有侍奉好殿下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？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是因为我去顾良娣那儿用了晚膳呢，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？生气？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？你如果没生气，你为什么要找顾良娣的麻烦，还要传她过来问话？殿下这是忘记了吧？我是太子妃，在这东宫里面，良娣没有侍候好殿下，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过问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，自然要尽忠职守。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，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？身为储君，替朝廷谋划，解散崔家军，把我父亲从一个万军统领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，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所担忧的藩镇之祸吗？阿英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回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回哪里去？这里是承鸾殿，就像你说的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已经是太子妃，就应该尽忠职守。殿下有自己的寝殿，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，在我这睡了几晚地板，做做样子而已，何必呢？殿下睡不好，我也睡不好。你这是要赶我走？对，我就是要赶你走。我就不，我不但就不走，我还要在这儿睡下来。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，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。
殿下醒了。昨晚，我们……殿下不用放在心上。些许小事而已。小事。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。其实，殿下真不必介意。反正等我一旦有孕，我就会把你杀了，让我儿子继位，这样我就是太后了。怎么？殿下又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？但你也没吃亏啊。殿下，殿下，来了啊！一早传召，不知有何事？哦，那穆仙鹤的事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他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行踪，只是这个人呢，疏懒张狂，无论什么达官贵人，或者是一掷千金，他都不为所动的。看来这位穆仙鹤。想要打动他，绝非易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啊，小姐，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？哦，我想着你说接受的事情有些眉目，那今天正好可以去追查。哦，是有一个接受人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。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京，据说是接硕首领乌洛的亲信之人，但是这个消息也不确定是真是假，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。真的吗？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这么早起，是自己梳妆呢。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，看得真真的。她虽然用脂粉遮掩，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。唉，留香殿的顾良娣只怕是要气死了。眼见她是先进的敦宫，谁知太子殿下连眼角都不曾瞥她一下。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，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，那能一样吗？那宫人还说，顾良娣乃是陛下赐婚的，太子妃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，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1天。跪得都吐血了，才苦苦求取来的。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，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，那能一样吗？小姐，您就别绣了，这幅绣屏就算绣好了，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。他那么霸道的一个人，天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他，住嘴！是，良娣，只是良娣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，否则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。我叫你住嘴，听到没有？相爷爷来消息催良娣，希望良娣尽快。殿下，这个穆仙鹤特别爱吃凤英楼的菜，有钱的时候每天都来，没钱的时候隔1天来1次。但是柜上都会给他记账，有钱的时候在一起。走吧，我们去会一会这位穆仙鹤。哎，二位公子，来，里边请，楼上的雅座啊，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将橙子挖空，填入蟹肉、蟹黄、蟹膏，再封上橙鸡，蒸1克，立时端上。嗨，今日最好的蟹啊，足有7两，先包4只，客人觉得如何？不错。客人这吃蟹的法子新巧，厨房没有做过。若是调味不当，还请客人宽宥啊。只要火候对了就行，没什么当不当的。去吧。好，
这就去做。哼，蟹酿成，这种稀奇古怪吃蟹的方法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我哪懂这些呀？你不是说这穆仙鹤是个爱吃之人吗？我就想起来，仙太子也是个爱吃之人。于是我就问了问东宫厨房里面的人，就知道了一些外头不知道的玩意儿。小姐，那个半城行商的，今日就在这儿喝酒。二位吃的可好？一口常来呀。好，哎，二位，里边请。不了，楼上要个雅间。啊，好，那楼上请。啊。蟹酿成。哎，穆先生。这蟹酿成好香啊！哎，二位，在下闻香而来，不知可否让我尝上那么一口？就一口。穆先生，这是客人。无妨。这位是穆先生是吧？哎，相逢即是有缘，那这蟹酿成，就让你一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极品呐！你说这东西是谁想出来的啊？把新鲜的蟹肉酿入城中，再撒上橙鸡，以解蟹之腥，这是极品呐！你们二位应该姓裴吧？不对，姓李。也不对。你们姓顾。先生为何如此猜测？能想出这种吃法的人啊，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。所以开始我猜你们姓裴，但一想，这裴家一群武夫应该不怎么懂得吃，所以我猜你们姓李。但这转念又一想，这李家人死的也差不多了，而且新皇也没听说他老人家有多么爱吃，所以啊。你们八成姓顾，家中有叔父深爱美食，所以便有这种做蟹的法子。那你这位叔父一定养了几个好厨子，对不对？唉，可惜叔父早逝，家里的厨子辞去了失之有罢。的确可惜了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还有几个？剩下不过3、4个，不过有3位特别出色，有一位擅长做鱼，一位善于制汤，另一位善于制作肉脯。唉，这要是能到你府上赴宴，这神仙也能做的。那个行商是不是接硕人？那是乌洛的堂弟，叫乌延。乌洛对这个人很信任，我在瀛州的时候见过他，别人不认识，我是认识的。那他偷偷潜入西长京，想要做什么？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好吃好吃，这厨子手艺真不错。那多谢二位款待，在下就告辞了。再会。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别急，他这种人，桀骜不驯，软硬不吃，必须得想法子引起他的注意。
并且还得隐而不发，这样才能打动他。放长线，钓大鱼，可不就是吗？生怕惊到他跑了，回头上哪儿找去？查博士，客人有什么吩咐？今天这鲈鱼不错，帮我留一条活的，我要带走，不用你们钱。客人果然好眼光，这南边来的活鲈鱼呀，说句大话，在整个西长京，除了我们丰盈楼，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，只怕也是没处去找寻。我这就去办。我记得你是不爱吃鱼的。某些人爱吃啊，我又不像某些人，自己吃得好，却从来不想着别人。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饱了，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。就是啊。两位客人，适才两位说要加一条鲈鱼带走，回家做鱼块。不用你们切啊，我们自己带回去切。对。可初夏呢，只有一条鲈鱼了，而另一位客人呢也十分想要，就问能不能多出1倍的价钱，请将这条鱼让给他。不行，这条鱼是我先点的，得归我。什么？加钱也不行吗？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，不肯相让。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一趟，我同他们说。哎，好。两位客人，这位想要鲈鱼的客人真的十分诚心，前来亲自相求。两位客人，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，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，我愿意代付2位酒宴的账，并再送上一笔银钱。家中娇妻深爱此物，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，只怕回家要跪算盘。我有那么馋吗？跪算盘？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？崔家军解散以后，瀛州驻军10减7班，余下的防务由朝中的府兵接手。这可是一个绝好进攻瀛州的机会啊！连神剑队都全数葬送在西长京，李逆还拿这做法子，派使节质问我兄长，被兄长视作为奇耻大辱。只要进攻瀛州，没了崔家军，李逆8成会亲自领兵，到时候杀了李逆，用皇太子抵结硕的神剑队，还不划算？你办得到吗？我曾经说我能解散崔家军的时候，乌洛首领就曾经这样反问过我，我不都办到了吗？行，就再信你一回。梁帝，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梁帝送来的。夫人，夫人说，请梁帝放心，这药是最好的，事后也验不出来，不至于留下任何把柄。不行，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，若是这样做，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。夫人说，梁帝不必瞻前顾后，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。说是梁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，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多力气。能不能令未来天子称一声阿翁，全看梁帝了。此举不异于自毁长城，
我说不可就是不可。是。这可真是人间好滋味啊！你说你叔父家厨子只擅做肉脯，我看这话过谦了。这肉脯难道不难？难的是五味调和，这可是绝世之才啊！世间难得是知音，我是个俗人，也不懂这些。既然穆先生说好，那自然是好。你倒不是俗人，你是个行武之人，而且你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。先生由何得知？你左手虎口，右手拇指、食指都有茧，说明你常年持弓，善于骑射。你虽然身着便装，也没有佩剑，但你的坐姿随时保持着可以拔剑的姿态，说明你十分警醒，是个行武之人。那又为何说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呢？你们二人虽然隐匿身份，但上次的限量城和这次的肉脯，都绝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出此菜肴。你再看他，虽然他每次都坐在你的下手，且说话行事之前必先得到你的示意，但他这通身的气派已经是一位世家子弟了，而你，明显地位比他更高，所以难道你不是少年得志，地位尊崇吗？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甚至是外面听都没听说过、见都没见到过的？是又如何？我就知道事出反常，不然你又何必到我面前来炫耀呢？先生是个机敏之人，目光如炬。不过我确实没什么恶意，若先生不肯，便带上肉脯离去，我绝无二话。行，你说说吧，找我办什么事儿？我若办不到的话，再走也不迟。听闻先生擅长做戏法，如同神仙一般，能够幻化万千景象，所以我想请先生变一场戏法罢了。没想到你也是个贪求神仙之术的人。实不相瞒，这个世上没神仙。我变戏法养上的不过是世人的贪念所使的障眼法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枉有富贵，还是好自为之吧。是也，非也，立而忘之。帝司李夫人，乃至于会有招魂之举。而我等，是为了一位长辈的心病，所以才想一求穆先生。所以你要我变戏法给谁看？一位长辈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姓什么？崔。这崔老头是做什么的？领兵打仗的大将军。是平凉大将军崔乙吗？是。那我若帮了你，你家的厨子立刻去先生府上，每日一道新菜，做足3年。好，那一言为定。这崔乙是条响当当的汉子，变戏法给他治心病，我愿意。不过呢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先生，请问，你是不是姓李啊？姓李又如何？不姓李又如何呢？也对，那我就当你也姓裴吧。你怎么啦？我总觉得17郎有事瞒着我。你忘了上回你是怎么安慰我的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他俩之间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过问太多啊。可是他现在去哪儿都不带着我，有时跟小裴将军出去，都匆匆忙忙的。
那你是觉得殿下不带你出去，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不相信你吗？不会的，他绝对不会不相信我的。那不就得了吗？也是，反正我也有事情瞒着他。你有什么事情瞒着他？这是什么？那，这个呢是西市的一间铺子，地方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，也叫了牙子去长眼。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是位置特别好，来往人特别多，特别适合做生意。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开一家店铺吗？我就给买了下来。这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把你所有的银钱都给了我吗？你哪来的银钱买这铺子啊？十七郎大婚给我们发了不少如意金钱，我就用它买这个铺子了。你怎么不声不响，干了这么大一件事情？桃子，你看，太子和太子妃都已经大婚了，你啥时候嫁给我？这个事儿嘛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那你要想多久嘛？想多久这件事儿，我也得好好想想。你就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我都说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哎，桃子，桃子，你到底要想多久嘛？桃子，你就不能现在回答我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哎，桃子。这杯酒敬殿下。这酒烈得很，你不要再饮了。是。殿下尝尝这羊肉糕，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，制法和外面不同，您尝尝味道。那你怎么跟耳朵说的呀？我就跟他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那我想这个事儿，你得想多久？”我说：“那这个事儿我也得想想。”你笑什么呀？我在想，那不得给耳朵急的抓耳挠腮的。那倒也没有。不过他这几天看起来是有些着急，好像总想问我想好了没有，又不好意思问，憋回去了。那你说说看吧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仔细想想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是，特别正常，一定要仔细的想好了啊。边吃边想，让他着急是对的。我以后不再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放开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秋翠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你在门口探听什么？梁帝，都是夫人逼我的。我告诉夫人，梁帝说了不可以用药，夫人却说您是胆小，叫我一定要把药涂在太子殿下的酒杯上。要是我不听，就要放慢我全家人。愚蠢至极，愚蠢至极！你们这帮蠢货！
姐姐害得我连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。如今我是一败涂地，一败涂地。殿下做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罚你。干什么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如今可谓是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眼下，太子是绝无可能再来我这留香殿了。夫人真是糊涂啊！不过你迟迟抓不住他的心，总不是办法。事已至此，我已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。父亲，你可还有什么妙计，可以力挽狂澜吗？为今之计，只有釜底抽薪了。父亲的意思是？太子妃锋芒太盛，可惜这世上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万一天年不测，他突然间死了，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时，也是无力回天呐。很好，只要这件事和我们顾家无关，那就快些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。阿弥，是你吗？阿弥，阿弥，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，这是梦吗？
不是梦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心里怪我吗？怪我没来得及回来救你。你不怪我。 可是我心里头，我一直怪我自己。阿敏。 娘子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英呢？大将军，您的病好了，您能认出我们吗？太子殿下一直想办法，想给您治病。 阿爹，阿爹，您怎么样了？阿英，你瘦了，也憔悴了。这些时日，让你担心阿爹了。大小姐，刚刚太医才来看过了，说吐出了胸口的淤血。 大将军神志清明，慢慢调养就无大碍了。知道了。我只觉得这心里有块大石头被挪走了，可是吓坏你了。这段时间可真是担心死了。阿爹没事了，真的。这些日子就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。 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，但是阿爹，您的头发全都白了。傻话，阿爹老了，头发自然会白。阿爹都是要做阿翁的人了，头发怎么会不白呢？嗯。您舒服点没有？好多了。
先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法子，太医说会很冒险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其实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要有个万一，我该如何面对你？但是后来我想，崔大将军是个用兵极勇之人，若他知晓，定然肯冒这样的险。于是，我便让穆千鹤变了一场戏法，果然，这一击便将他体内的淤血激了出来，人也就变清醒了。17郎，谢谢你。我辛苦这么久，你只说一句谢谢吗？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现在还想不出来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就想出来了。你说呢？这次一定要好好谢我。对了，我有个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柳成风之死，我觉得很古怪。毕竟他跟接硕勾结之事并未终结。接硕的首领乌洛的堂弟乌延，前段时间扮成商人混进了西长京，我已经派人跟了一段时间，但这个乌延实在是狡猾，一不小心就跟丢了。我觉得此人定是图谋不轨，不安好心。接硕八成是想浑水摸鱼，这么明目张胆地混进来，或许京中有人介意。我让长安、万年2个县的捕快清查一下文牒，看能不能打草惊蛇，让他们露出马脚。